女人怀孕8年却生下了一条蛇，丈夫竟毫不犹豫将其囫囵吞下，下一秒她的身体上就长出了蛇皮鳞片，如愿以偿得到了强大力量。见状，妻子也为丈夫感到高兴，哪料丈夫却对此依旧不满足。不够，还不够。你要做什么？之后，男人为了获得无与伦比的恐怖实力，竟直接跟百米大蛇合为了一体。他本打算带着妻子离开皇宫，去过超凡脱尘的神仙生活，不料半路上却遭到了4大神兽的围攻。就算以一敌4，男人依旧稳居上风，可他的神智却也因此逐渐被大蛇吞没。为了不让丈夫彻底走火入魔，女人万般无奈，只能挥剑自刎，想以此来唤醒丈夫。看着今生今世最爱的女人死在面前，男人瞬间化为人形，悲痛欲绝。之后，男人隐居深山，独自熬过了500个秋冬春夏。此时的他已经彻底将大蛇炼化，可却一直不肯飞升去往仙界，只为能等到妻子轮回转世再续前缘。直到这天，山下村落遭遇了一场千年难遇的雪灾。如此极寒的天气若再持续下去，恐怕所有村民都将活活冻死。于是村长为了不让悲剧发生，便亲自带着2个孙女和幸存者登上天梯。只因传闻山上有仙人居住，看着年迈的爷爷和双腿瘫痪的姐姐，女孩毫不犹豫决定代替爷爷登上天梯。随后她虔诚的3叩9拜，希望仙人能够出手帮村民度过这场天灾。即便寒风肆虐，女孩依旧拖着孱弱的身体硬着头皮往上爬，可最终还是由于冻伤心脉当场晕死过去。隐居洞穴中的男人见此一幕，顿时感动不已，于是直接动用法术，一个亭子飘荡在天地之间，原本漫天滚滚的风雪瞬间消散，转眼变成一幅春暖花开的美丽景象。村民们见状连忙跪地磕头，感谢仙人大发慈悲救苦救难。而男人见到他们如此的虔诚，随即大手一挥，赐予了他们5枚气运铜钱。5枚铜钱是我借给你们的气运之一，3年时间，你们将功成名就，富贵无尽。借此福缘，可重建我方村。天数盈缺，有借有还。这气运铜钱是借给你们救灾用的，若是敢用它惩私欲、行不轨，日后将100倍偿还。其他村民得到铜钱后立马转身离去，唯独村长一家留了下来，只因他们想要让仙人帮忙治好大女儿的痛。可男人却一眼看出她乃天煞宫女，不仅注定活不过24岁，甚至还有可能给家人带来灭顶之灾，唯有逆天改命，否则断然无法苟活。闻听此言，众人心如死灰。然而男人却突然想起了师傅的教诲，说他因天命在身遭到上苍嫉妒，命中必有一劫，届时需要他以假死瞒天过海，寻求一线生机。想必如今已经时机成熟，于是便顺水推舟同意了帮女孩逆天改命。但作为交换，唐家必须答应一件事。天命人但有吩咐，唐家万死不从。我即将遭遇死劫，需置之死地而后生。我死后，需有人为我的尸体守灵3年。我唐家愿为天命人守灵3年，终日无阻，万死不辞。男人听后满意的赐下一道婚书，老爷子接下后连忙俯身叩拜。就在他们在婚书上签完字的那一刻，大孙女的身上竟流淌出一道道金光，不仅瘫痪了几十年的双腿恢复如初，连小孙女刚刚被冻伤的心脉也瞬间痊愈了。眼看事情已经交代完成，男人便安心的躺在九龙关打算渡劫。可他怎么都不会想到，当唐家一行人来到山洞后，姐姐见仙人已死，当即就要悔婚。爷爷，我这才刚恢复，你就要给我配阴婚，这不合适吧？是啊，爹，你真的打算让我们一家老小守这个死人守3年呢？月儿现在已经恢复了，并且变成了大美人，以后有的是达官显贵追求。您这个当爷爷的，居然将她许配给一个死人，你也太狠心了吧！你们若不是夜宵出手，姐姐怎会恢复？既然许诺了要守灵，又答应了婚约，就该信守承诺。这里哪有你这个外甥说话的份儿？哎，宁雪虽然是爷爷收养的，但是好歹也姓唐。既然你愿意信守承诺，那不如你替我履行了这个婚约，替我们唐家人守灵3年，如何？这我答应你，天命人与我有救命之恩，就算不为了唐家和姐姐，我也愿意。好，宁雪，你好好守灵，3年之后我来接你。